小姐，这是哪儿？我不是在赶设计大赛的稿子吗？连续加班5天4夜，我死了！那个设计稿还没保存。这是原主记忆，真千金被找回，心有不甘，陷害戏码。我去，还被发现赶出来了。这原主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您这是何苦？老爷夫人是不会见您的，回去吧。这是老爷夫人给的，他们说就用这笔钱买断这些年的关系，以后就……开局送金币，还有这等好事！小姐，你从小就心高气傲，你肯定觉得这钱脏了手。别收啊，我一点都不觉得脏。不过我攒的一点积蓄可以给您。管家爷爷，你真是个大……好疼！原主的身体怎么还有心脏不好的短命 buff？ 小姐，我知道这钱对你来说是一种羞辱，你心脏不好，千万别因为这钱急火攻心了。我不给你看了。我要……小姐，你想说什么？我要全部的卡。你要什么？全部的卡。什么卡？全部的。全部的什么？我要全部的卡！好，全在这里了，你别激动。我过来了，神医呀。小姐，你的心脏不疼了？刚才还一副快不行的样子。超能力治好啦，谢谢管家爷爷的照顾。那我回家了。小姐，你这就走了？哎呀呀，差点忘了这个了。小姐，谢谢管家爷爷，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只能来世再报了。我的养老金怎么感觉刚才被演了？哎呀呀呀！5张买断钱加1张养老金，管家爷爷真是活菩萨。虽然算不上王炸，但够我在新手圈横着走啦。您好，新手指导已激活。行，系统，你这算是穿越的物加服务，更准确的说是售后服务。您作为纸片人重生体验项目的第1314号体验者，已完成新手保护期，现在正式进入生存模式，由我通告基础世界观。这项目名字这么长，你是写网文出身的吗？直接说重点，我为什么还活着，以及怎么继续活着。您的法律配偶温润玲，本名霍无咎，是本书后期的终极反派 BOSS。我老公，那个送外卖的帅哥，耳朵不好使，他是反派大佬。就这，霍无咎因被人设局，在一次爆炸中造成双耳暂时性损伤，为躲避追杀，化名温润玲，隐姓埋名与您结了婚。原著中，您的角色在第4章就被他抛弃，领了离婚补偿金，黯然斗场，此后戏份为0。第4章，也就是说，我顶多活到第4章，然后再次心脏骤停。正确。您的生命值取于角色戏份浓度，反之，规则3不良生活作息、身体受损与核心角色的关系断裂，如离婚、决裂，都会导致生命值快速回落。您做反派的早期配偶，本来身份羁绊很强，但原著里您自己把路走死了。一旦离婚，你们的身份羁绊直接断裂，生命率会断崖上下降，届时哪怕拿到5000万也无济于事。那怎么办？不让他离婚？您需要在他恢复身份之前，建立起足以抵抗离婚事件的深度羁绊，让他对您产生不可替代的需求，或者同时和其他核心角色建立链接，多条生命线并行。您有2条路，一是趁早攒够足够的戏份值，解锁角色独立状态，不再依赖任何人的羁绊存活；二是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赌货无益，不会抛弃您。我选第3条。什么？我自己造，既要货物业的长期饭票，也要多方下注，分散风险。你知道反派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孤独？不对，是缺爱。越是大反派，内心越渴望那点廉价的温情，给他点虚假的温暖，比真金白银还好使。您的思想很危险，不过我无权干预，只能提醒霍无咎天生疑心重，任何刻意接近都可能被他识破。那就不刻意，我本来就和他结了婚，每天给他洗衣做饭，
这不叫刻意，叫本职工作。您进入角色真快，接下来请留意身边出现的不寻常人物，那将是他恢复身份的前兆。生命条在视线右上角，随时可查看。祝您好运。等等，还有一个问题，你叫什么？总不能一直叫你新手指导吧？本职引编号 LX0421，语音包类型为闺蜜式吐槽型。你也可以给我起昵称，那就叫你4月吧。4月，我问你，莫无咎现在对我什么好感度？抱歉，本世界不显示数值型好感度，您只能自行观察。好吧。那这个生命条能不能换个颜色？红色看着就像欠费警告。不能，再见。温润林，我回来了。今天挣了6张卡，够给你买个助听器了。才怪！先给我自己走。先生，夫人又去云家了。不是夫人。是苏小姐，她今天傍晚跪到云宅门口，直到雨下大了，管家才出来。跪了多久？将近40分钟，膝盖跪出血了。管家给了她几张卡，说是云家要买断关系。她收了？收了。5张卡，1张没退。有趣。上次她去，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嚷着要见爸妈，今天怎么转性了？不止5张，他连管家的养老钱也一并拿了。云家那管家我见过，一辈子谨小慎微，分寸感比命还重。能把棺材本掏出来给他，他是给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属下也不明白。他临走还顺了云家一把长柄黑伞，听说是上世纪一位军阀送云老爷的，值些钱。我之前真是小看他了。原以为是只淋雨发抖的兔子，没想到是只雨天出来打劫的狐狸。从窗户走。先生，这窗户我钻不出去。那就从你来的地方走。属下就是从门口进来的。走。老公，我回来啦。今天单子跑得怎么样？下雨单少。你怎么了？淋了点雨，不碍事，还白捡了一把好伞。云家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又去云家了？跪了一会儿，没人理，就回来了。膝盖破了。刚才不觉得，你这么一说，突然疼了。得，药箱在哪儿？我找点碘伏擦擦。我是柜子。你坐着，我自己来。没哭，没抱怨，没借机靠谱。疼！搞定。老公，那边窗帘怎么鼓鼓的？不会进老鼠了吧？旧房子就这样，老鼠常来。那我得看看，别把我们的外卖保温箱啃了。老公，你紧张什么？难不成你在家里藏了个情人？别闹。我闹？我就是想知道那窗帘后面是什么。你看，露出一只皮鞋了。太太好，我是温先生的同事，送外卖的。今天单子多，先生让我过来帮忙整理一下保温箱，然后我听见您回来，怕误会，就躲起来了。送外卖的西装革履，还打领带，哪家平台这么讲究？告诉我，我也去应聘。我兼职卖保险，平时送外卖，周末跑保险。西装是工作服。老公，你同事挺全能啊。那既然来了，也别急着走，一起吃个面。我从云家回来的路上买了挂面，还带了一包榨菜。不了，太太客气，我还要回去写保险报表。既然留你，就坐下吃。那就打扰了。好嘞，我去煮面。老公，你陪同事聊聊，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待客不周。谢谢太太，我先告辞了。等一下，带回去吃，
你们送外卖的辛苦，多补充维生素。先生，拿着。你对同事都这么冷？你对他太热络了。温润林，你不会吃醋了吧？温润林，你说过不会抛弃我，对吧？问过很多次了。那你再答一次。不抛弃，不放弃，够了吗？骗子！奶奶说过，越漂亮的男人越会骗人。看来生命质纹丝不动，连系统都不信你的鬼话。说话算话。那轮到你了。什么？如果有一天你得到了意外之财，会和我分享吗？当然会啦，我最爱你了，你知道的。小骗子，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是夫妻嘛，你的东西加上我的名字才完美，对吧？比如你的银行卡、你的房产证、你的保险合同受物人都加上素芝2个字。想的挺美。你还没答应呢，小气。你的东西加上我的名字才完美，这句话不像他说的，是谁教他的？回去。好冷。麻烦。今天不硬了。我怎么又把被子全卷过来了？他人呢？早，温润林。什么事？我叫了你好几声，你昨晚又没睡好。你说呢？我昨晚应该没抢你被子。不止抢了被子，还把人当抱枕，腿压在我肚子上，手圈着我的脖子，脑袋拱在怀里，一整晚。我这么过分，难怪他黑眼圈都掉到下巴上了。那个，你知道的，我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嘛，不是故意的。笨蛋！你在说我？什么？他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他明明知道我能听见，不就是睡姿差了点吗？他一个大男人就不能忍忍吗？老公，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要回去补个觉？我来做早饭。不用，怕你把厨房炸了。破无屌你个乌龟王八蛋！我好心关心你，还给我摆脸色，活该你被仇家追杀，躲在这破出租屋里跑外卖。在心里骂我？怎么会呢？我心疼你都来不及。对了，那个，不张嘴，他听不见对吧？他现在完全听不见对吧？那我不骂他一顿，简直对不起老天爷给我的这个机会。霍无绝，乌龟王八蛋，王八蛋，烂苹果，臭菠萝！你以为你冷着一张脸很帅吗？我告诉你，也就那样，也就比我见过的所有男人帅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有什么好得意的？
还有，我睡之差怎么了？我睡之差是我的错吗？谁让你长那么好看？我睡着睡着就往你那边滚，这是我的错吗？这分明是你的错。长那么好看还不让人抱，你小气不小气啊你？我又没对你做什么，不就是多压一下肚子，手圈一下脖子，脑袋蹭一下胸口吗？又没掉你一块肉，至于给我摆一早上臭脸吗？还当面骂我笨蛋，你才是笨蛋，你全家不对，你那个继母不算你家，你们霍家算了，你们霍家除了你也没几个好东西。温润林，你我现在是聋子，他看见了，他全看见了，他还录下来了。这个死聋子不对，这个假聋子。等你睡醒了再跟你算账。霍无绝，你给我等着！视频删了，别逼我动手抢。温润林，你少跟我装听不见，你连我骂你霍家的话都录下来了，现在装什么无辜？抱歉，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行，你跟我装傻是吧？你今天不用去跑外卖吗？过一会儿去。我已经查过了，我今天全天没课。既然你马上就要出门工作，那我陪你一起去。你去做什么？赶紧回房间探书。体验生活呀！我们既然结了婚，我就必须体会一下你平时的辛苦，这叫同甘共苦，培养我们坚不可摧的革命情谊。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革命情谊需要外面有35度，紫外线很强，会晒伤。你待在家里。哎呀，这就开始心疼我了。看来反派大佬的心也是肉长的呢，不枉我在这里演戏。区区35度算得了什么？不上班我们喝西北风吗？你今天必须去，而且必须带上我。我今天不想出门。给你3分钟，不然我就把你装睡偷拍的事情发到你们外卖员的骑手群上，让他们看看辉辉师傅私底下是什么人。手拿开。我怕掉下去嘛，你骑车技术又不好，我不抓紧怎么行？很热，你贴太紧了，再不放手你就下去。你的超时保倒计时只有10分钟了哦，还不走？商家出餐慢，你骑得更慢，扣钱算谁的？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坐稳。你慢点儿，骑这么快赶着去投胎啊！我原本应该在空调房里看企划书，现在却在街上当苦力，还要被这个女人占便宜。她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温润林，你谋杀亲戚啊！抱歉，前面有块石头，没事吧？平坦的马路上哪来的石头？蠢驴骑电驴，你绝对是故意的。没关系，老公你骑车真小心。我们快走吧，第一单真要超时了。好。喂，陈小姐吗？您的外卖到了。你们是在录节目吗？隐蔽摄像头藏在哪里？你误会了，没有摄像头，就是普通送外卖的。那能合个影吗？我是做自媒体的，你们长得太好看了，这颜值不当网红可惜了，发到网上绝对能火，到时候就不用辛苦送外卖了。不拍。实在抱歉啊，我老公见不得人。你胡说什么？他耳朵听不见，脾气又极其暴躁，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发疯，我们就不拍照了。外卖给你。啊，原来是这样。你看着还在上学吧？摊上这么个残疾老公，真是太辛苦你了。虽然真的好帅。走了。记得给5星好评哦。亲。你很喜欢在外面造谣，我是疯子。我这是在帮你挡烂桃花，不用谢我，这是作为妻子应该做的。居然敢挂我电话！这年头点外卖的脾气都这么大。波叶，你看，那不是云家那位被赶出去的假千金吗？几天不见，云大小姐怎么落魄到跑起外卖了？早知道是你送，我就多打赏2块钱了，全当扶贫。你就是孟月，外卖拿走。这男的好帅啊，气质绝了，
比我们学校的校操还极品，怎么可能是送外卖的？这群女的想干嘛？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腿我还没抱热乎呢，绝对不能被他们截胡。老公，放手。我和同学叙叙旧，你太粘人了，1秒钟都离不开我。谁撵你？你居然嫁给了一个外卖员，云家要是知道了，怕是要嫌丢人。丢人？你知道我老公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哪个隐形富豪的公子？我老公可是大学城附近送外卖的，他大哥在保安界响当当，这就是我们家的底蕴。保安和外卖员，这就是底蕴。闭嘴！你别说话，我正在维护你的尊严，不能让他们看扁了我们服务行业。惹急了我老公，他分分钟联络骑手兄弟，最后一个给你送餐，让你天天吃坨掉的冷饭。你敢威胁我？本小姐有的是钱，想吃什么有人排队送。你自己是不怕，那全校学生呢？孟小姐，你也不想让整个圣婴大学知道，因为你，大家的外卖都进不来吧？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小区门禁不开，车闸不放，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家事摆在这里，我想低调也不行啊。不好，反派的魅力值发作了，这笑容太招人了。老公，别对别人笑。哎呦，看来保安界大佬的弟媳妇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嘛，他都不让你碰。怎么会呢？我们感情好得很。你少挑拨离间。老公，你说话呀，我们感情是不是很好？刚才碰过不干净的东西，脏。你说谁脏？听到没？我老公是嫌我刚才把外卖递给你，手被你污染了，所以才急着擦手的。云素芝，你给我等着！走吧，老公，下一单要超时了，跟这种人说话浪费口水。上来。停车！停车！又发什么疯？孟月那个王八蛋，他居然背后阴我！他干了什么？他投诉你没有穿平台规定的外卖服。我们顶着大太阳，辛辛苦苦跑一单才赚3块钱，要跑10单才能赚回来。他这一个投诉直接扣了30块，跑了一上午，倒赔30，王八蛋！我堂堂霍氏继承人，居然沦落到为了30块钱在街头被人痛骂，这日子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今天出门太急，我把规定忘了。这事不怪你，要怪就怪孟月那个心机女。你去干什么？喝！看你流汗流得像个漏水的破水管，别一会儿中暑晕过去，我还得倒贴钱给你叫救护车。哪里来的水？2块钱，我用刚才跑第一单赚的3块钱买的。不认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一上午不仅1分钱没赚，还倒欠平台32块钱。不是，你必须给我喝的一滴都不少。既然赔钱了，那我们今天就不跑了，免得再被别人投诉扣钱，亏得更多。不行，为什么不跑？必须把这30块钱赚回来，不能向恶势力低头。天气很热，而且我没有工作服。你这长相就是免死金牌，除了孟月那种毒妇，没人舍得投诉你。快走！你明天回学校？对，明天我回去绝对饶不了他，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好，金融系大2的课还是太少了，
回去我就联系系主任，给他增加课外实践和调研报告，让他忙到脚不沾地，看他还有没精力逼我跑外卖。你们怎么搞的？这么慢？外卖。天气这么热，晚点没关系的。辛苦了，小哥哥。这脸真是摇钱树啊！30块钱马上就能回本了。饿死我了，终于能吃饭了。今天真是累脱一层皮。你怎么不吃？嫌弃这里的环境？你不是说2种都想吃？你吃完我再吃。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平时连多用你一张纸巾你都要摆脸色。吃吧，今天你辛苦了。算你有良心，味道还可以。你也快吃啊，冷了就不好吃了。记住。干嘛？突然这么严肃？我刚才看到那个摊主系完鞋台，还抠了抠脚，没有洗手。什么？他直接用手抓了面条，扔进锅里，炒的就是你现在吃的这盘。温润林，我掐死你！疼死了！你个王八蛋，看到了不早说，故意等我吃下去了才说，就是坑我。哎呦，小姑娘，这么着急干嘛？回去再亲热嘛。这大马路上的多不好意思。洗你的手去，闭嘴！很脏。你还嫌弃我？不劳烦你，别碰我。行，你自便。还吃你的黑手面吗？回家。饿死算球，回家。这狗血小说有完没完？霸道总裁的眼睛怎么回事？3分嘲笑，3分薄凉，4分漫不经心。善行树教徒成精了吗？系统明明警告过我，熬夜会加速消耗生命力，可是这该死的作者偏偏卡在男女主解开误会的节骨眼断片。我倒要看看那个绿茶女配怎么被当众打脸。不行，不能睡，撑住这最后2页，我就能带着胜利的微笑安详入睡。可是这眼皮怎么像坠了10斤铁块？等等，怎么掉得这么快？几天前明明还有5年的寿命，才过了2天，熬了2个大夜，就给我扣这么多，剩余寿命不足10天。4月，系统出来给我解释清楚，熬夜居然会直接折寿！你这破烂新手保护器也太水了吧！睡觉，马上睡觉！就算这破床板硬得像石头，我也必须在3秒钟之内睡着。我素知可是要活到最后完成财富自由的人，绝不能死于熬夜看霸总小说。要是被警察发现这种死因，我做鬼都抬不起头。好痛，左胸口像被铁钳死死捏住了，眼前全黑了。这就是生命之归零的警报吗？那个破系统根本没说生命值不足10天就会随时猝死。我手机浏览器里的搜索记录还没删。什么如何攻略冷血反派，这些要是被当成遗物公开，我不能死。谢谢啊，多亏了你这只手，我现在感觉心脏不抽了，气也顺了，甚至能一口气绕着操场跑个800米。云素之，你故意在这里装晕等我？云家老二云娇简，戏份超重的原著主要角色，这简直就是移动的生命值血包啊！我这烂命有救了。
演技真是不错。装病这种低劣的把戏，你还要在我们云家人面前玩多少次？二哥也觉得我刚才晕倒的表现浑然天成，很适合去娱乐圈拍戏吗？二哥是打算花大价钱投资剧组，让我带资进组当大明星吗？这样不太好吧？别人说我走后门怎么办？虽然我这张脸确实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但突然爆红也是有烦恼的。每天连轴转赶通告，我会很困的。我是不是太久没见你，让你产生了我很好说话的错觉？倒是忘了你也在这所大学。圣婴大学的门槛真是一天比一天低了。收起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心思。我警告你，不要试图再去纠缠、伤害圣月。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你现在什么都不是。认清自己，我懂，我懂。二哥放心，是龙我就盘着，是虎我就卧着，绝不给你们云家添一丝一毫的堵，对吧？你倒是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龙虎。脸上贴金？二哥要给我买纯金叶子贴在脸上当面膜吗？这么好，那多重啊？不过我脖子硬，绝对承受得住这泼天的富贵。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花哪怕1分钱？一个已经被彻底赶出家门、劣迹斑斑的人，如果你想通过我在云家找回位置，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妄想。哦，二哥这条路走不通啊，那通过谁可以？二哥推个其他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呗。重返云家需要我填表，还是写个8000字的申请书？手写的我也行。PPT 汇报我也可以连夜做出来的。你既然还存着回云家的心思，当时又何必拿走那些买断关系的银行卡，贪得无厌？因为我抵不住诱惑啊，那么多张存满巨款的卡摆在眼前，跟一只饿了3天的老鼠掉进米缸一样，谁能忍住不抓2把？我只是个俗人。你倒是诚实的很，连自己的虚荣和贪婪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二哥夸我了，夸我诚实了。既然你欣赏我的诚实，那我是不是能回家了？贫民窟的床板太硬了，我也想回大豪宅睡几万块的软床垫了。我不管你能不能抵住诱惑，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带着那些钱滚远点，这辈子你都别想再回云家。二哥，老实说，其实你们一家人都很关注我吧？我在路上随便碰到你们哪一个，你们都要特意停下来给我甩个冷脸，再绞尽脑汁讥讽我2句，生怕我一旦离开你们的视线，就会把你们忘记一样。不是说要当陌生人吗？我对大街上的陌生人可不会特意走过去骂一顿，这得多闲啊！其实你们心里非常在意我的感受吧？我们只是在提醒你，不要再作恶。真的是提醒吗？你们就像个要糖的小孩一样，故意用恶劣的言语来吸引我的注意，期待我的目光能在你们身上多停留1秒。这么执着想获得我的认可和情绪反馈，二哥，难道你暗恋我，想用这种幼稚的欲擒故纵吸引我？你厚颜无耻，简直厚颜无耻！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误会的东西？哎呀，快上课了，二哥被我戳穿心思，恼羞成怒了。那我就先走了，要是实在想我想的受不了，想让我回家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我在贫民窟非常想念你们的钱哦，拜拜。季回燕和玉之书，原主被赶出云家后，仅剩的2个狐朋狗友，这简直就是炮灰者联盟。玉之书看着清冷的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块，谁能想到他在我那暴躁前3哥面前，硬生生装了1年娇弱小白兔，把云离意那个无脑爆胶男耍得团团转，就为了从他身上敲下一笔巨款，是个狠人。这种搞钱的手段，我辈楷模啊！至于季回燕，堂堂季家小少爷，放着大好日子不过，非要给原著女主云诗月当极品舔狗，甚至为了给女主铺路，不惜下黑手用绑架这种猥琐手段，
最后全给男主英雄救美做了嫁衣，纯纯的脑干缺失男配。炮灰果然只跟炮灰玩，碰他们连0.001%的生命值都不长。要不是为了在这破学校苟命，我才不跟随时会被主角光环轰成沙的人混在一起。你怎么才来？老师刚点过名，你差点就被记旷课了。别提了，在路上碰到一个红眼病发作的熟人，稍微进行了一下友好的家族交流。你今天的打扮不错啊，清清爽爽的，比以前那种把所有高饱和度颜色都往身上堆的风格好看多了，没那么像调色盘了。你眼睛有问题吧？就我这张完美建模脸，这绝世好身材，有什么风格是我驾驭不了的？我哪怕现在去垃圾堆捡个破麻袋披在身上，那也是巴黎时装周的最新高地。行行行，是我不懂欣赏大美女的纤菲时尚，您美您说了算。进口的跨境平台有哪些？大家看这页的数据图，注意分析走向。完全看不懂，这些字拆开我都认识，合起来就是天书。上辈子我近1000块的服装尾货能倒赔13000，其中12000还是打顾客赔的医药费。我根本没有任何做生意的天赋，为什么要让我学这个？素芝，你书拿反了。反了又怎么样？反正正着看我也看不懂。啊，倒不如倒着看，还能显得我骨骼清贵。没有人主动回答吗？既然没人举手，那我们就点名，请4号同学来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别装死了，叫你的4号。4号素芝同学在不在？在的，老师。你来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刚才没听课，在做什么？老师，我今天出门走得急，没戴眼镜，坐在后排离得太远了，不仅看不清 PPT， 耳朵也跟着不太好使了。我的错，麻烦老师再讲一遍。我问你，我们目前所知的进口跨境平台有哪些？给你1分钟时间想，举几个例子。鱼码头、贾马逊、乐达、虾皮、提克、酷胖，还有袋鼠海购。老师，只要是能花钱的地方我都认识，简直如数家珍。回答得很全面，坐下吧，以后注意听讲。你这脸皮还挺能屈能伸，我还以为按照你以前的脾气，会直接跟老师拍桌子吵起来。你懂什么？我这个人最尊师重道了，从来不和掌握平时他生杀大权的人对着干，绩点要在本专业总人数的前10%，专业综合成绩排名必须在30%以内，名额全县只有区区20个。开什么国际玩笑？成绩好到这地步的人谁还转专业啊？直接保研了好吗？这破学校的规矩绝对是针对我的。我不行了，我要上死了！这经营学简直是在吸我的阳寿，每1分钟都在剥夺我的青春。你还可以说话，证明这不是还没死吗？喘气还挺匀寸的，中气十足。再上就要死了，今天就这1节课对吧？我们能走了吧？啊，我要回家，躺在我那发霉的出租屋硬板床上。你还不知道吗？课表改了，我刚把最新版发你微信上了，系统已经同步了，只能接受现实。听说系里为了提高我们的实践能力，特意加塞的。这课时直接翻了1倍，还有什么实地调研、企业沙盘模拟？做梦！这肯定是教育处系统被黑客攻击了，我一定还没睡醒。到底是谁？哪个王八蛋校领导出的缺心杆主意？祝他吃方便面永远只有调料包没有面饼，祝他半夜上厕所永远找不到草纸。靠！你生气拍桌子，你拍我的手干什么？骨头都要被你拍裂了。拍桌子手多疼啊！你手肉多，垫着舒服，还能起到缓冲的作用。走吧，别嚎了，下节课在南校区，跨越半个校园，再不走就要迟到了。霍总，圣婴大学金融系的辅导员那边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校方非常乐意接受我们以校友基金名义提供的赞助，并完全同意增加大2年级的课时。很好，霍总，目前已经将实时课外市场活动和异地企业调查全部塞进去了。增加这么多高强度的调研，
夫人可能连家都回不了，你们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您这是想考验夫人的抗压能力？她太闲了，有时间在街上找外卖员的麻烦，有精力在大太阳底下跟我作对，不如在学校读点书。拿了云家那5个人的5张卡，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钱，却还在我面前装穷，甚至连管家的养老金都不放过。每天在外面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吃吃不出惹是生非，气得我头疼。让他忙到脚不沾地，看他还有没精力每天回来逼我出去跑外卖，更没精力在我面前演戏。好累，感觉生命值不仅没涨，还在随着体力的牵头飞速流失。今天跑了3个校区做沙盘推演，云氏典那张臭脸不能天天去赌，迟早会被他叫保安赶出来。必须从霍无界身上想办法，不管他现在有多毒舌多冷血，这根大腿我抱定了。今天这命，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续上。不管了，先抱一下续个命。太好了，红条停止后退了，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今天跨越3个校区没白累，这大腿抱得真直。你干什么？疯了吗？你……哎呀，抱一下怎么了？别那么大惊小怪的，像被流氓非礼的黄花大闺女一样。就想让你占个便宜，不行，我这人很大方的。我占便宜？我被你硬扑，是我占便宜？不然呢？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这么个前凸后翘、倾国倾城的大美女，主动对你投怀送抱，别人求神拜佛都求不来，你就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吧你。不可理喻，简直不可理喻！你的羞耻心是被狗吃了吗？疯女人！白天在大厅抱那一下续的命根本不够我用的，但这个绿茶女配马上就要被男主挂在城墙上吹风了，我必须看完这一段，这可是全书最爽的高潮，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哭着求饶。我就看最后2页，看完我立刻闭眼。警告：体验者生命量加速流失中，当前剩余寿命不足30分钟。别吵吵，我这叫修仙，吸收天地之精华。不看完这章，我死都不瞑目。倒计时开始，30、29。怎么回事？好痛！左胸口像被铁锤砸了一下，我的眼睛好痛。温润林，你在哪儿？我喘不上气了。你大清早的又在发什么疯？素芝。素芝，醒醒，看着我。温润林，我不想死，我害怕。别怕，我在这里，我马上叫救护车，你绝对不会有事。碰到他了，不行，不够，还要更多。掌握重要人物或无绝，达成新成就，生命值增加0.5%，累计寿命190天，心源性交痛解除。温润林，我的眼睛睁不开了，一见光就针扎一样疼，我是不是看不清东西了？一大早这般莽撞行事，我没发疯，眼前真的是黑的。你吼我，你老婆都瞎了，你还吼我？你是不是嫌弃我这个拖油瓶了？你就是想趁机和我离婚，去找别的年轻漂亮小姑娘。如果哭能让你的眼睛复明，你可以继续哭；如果不能，穿衣服。温润林，我不会真的要挖掉眼球装一眼吧？那很贵的。我们家现在的经济状况肯定负担不起，一眼能有我原来的眼睛漂亮吗？
不用装一眼，自然起出就行了。省钱，担心漂不漂亮。你这个没良心的王八蛋！你果然是奔着省钱去的。开个玩笑，给你拿衣服。这什么材质？摸着怎么这么糙？温润林，你给我拿的什么衣服？这是你跑外卖穿过没洗的短袖吧？那是昨天刚洗过的，能穿就行。我虽然瞎了，但我对布料的触感很敏锐，我才不要穿你的破旧 T 恤。我要穿那件法式吊带裙，配那件白色薄针织衫。你重新给我拿。你自己去拿。我怎么找？万一我下床摔断腿怎么办？到时候你就要照顾一个又瞎又瘸的老婆了。你选吧。哪件？上面有碎花图案的丝绸质地，旁边应该还挂着一件纯色的开衫。只有这件绿的。短裤呢？我要那条高腰的牛仔短裤，带毛边的。这怎么是松紧带的？算了，再拿件防晒的外套，薄一点。穿。5分钟，我在外面等。温润林，你在笑什么？没笑。你骗人！我明明听到你喷气的声音了。是不是我这身打扮太美了，被我的惊世容颜震撼到了？是，很耀眼，像十字路口的红灯。算你有眼光，不过光有衣服还不行，我要化妆。你眼睛都睁不开了，化什么妆？给谁看？眼睛看不见，不代表我的脸不能见人。万一在医院碰到帅哥医生或者前男友呢？给我拿口红和腮红，随便哪支，你帮我涂。画出界了没有？没有，很完美，像刚吃完小孩。打一点腮红在苹果肌上，要那种微醺的感觉。好了，气色非常好，像纸扎人。我就知道，完美，出发。温润林，你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根绳子？把我当狗遛吗？隔壁王奶奶拴孙子用的，防止你走到马路中间被车撞死。就不能扶着我走吗？你这个没有心的木头！你这副尊容，别人会以为我绑架了马戏团的小丑。这位女士是要去漫展吗？师傅，不懂时尚就不要乱评价。去市第一人民医院。好嘞，您坐稳。温润林，过来让我靠一下，我头晕。别碰我！我是病号，你这个做老公的就不能体贴一点吗？我都瞎了。松手，很热。不松，我就要抱，这可是你作为合法丈夫的义务。素芝，你再乱动，我马上把你从车窗扔出去。小气鬼，连抱一下都不行，迟早休了你。你看那个人，穿的好像一只行走的鹦鹉，脸上的妆绝了。他们是不是在看我？我听见有人在笑。你在发光，大家都为你倾倒。我就知道，我这种级别的骨相掩盖不住散发的魅力，就算穿个破布袋也是超模。老公，这里有镜子吗？我想看看我现在的绝美状态。有，很大的一面，就在你面前。这位穿着绿色吊带、红色外套、脸像猴屁股的女人是谁？大大怪吗？是你，绝美的你。温润林，你这个杀千刀的王八蛋！你给我画的什么鬼东西？我要杀了你！是你自己说随便哪只，也是你自己要求打微醺腮红的，我完全照做。你就是故意想看我出丑，你这个腹黑的死骗子！这里是医院，再撒泼，我就把你绑在消防栓上，让所有人围观。你绑啊！
云素之，你在公众场合发什么疯？跑到医院来丢人现眼！是云离意那个暴躁狗，千万别让他看清我的脸。你的口红弄脏了我的衣服，帮我挡住他，回头赔你10件衬衫，快点儿！我跟你说话，你装什么死？抬起头来！你这穿的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要饭的都比你穿的体面。你以为你躲在这个小白脸怀里我就认不出你吗？云素之，你给我转过来！我让你跟我说话，你聋了吗？对，听不见，我是聋子。聋子，云气之，你被赶出家门后就找了个聋子接盘，你可真行啊！云离意，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王八蛋！聋子怎么了？聋子也比你这个暴躁狂强10000倍，最起码他不会像个疯狗一样乱吠。眼睛瞎了吗？我在这里，你对着墙骂什么？脑子进水了？我就是瞎了，你管我对着哪儿骂？我爱对哪儿骂对哪儿骂。全方位立体防御是吧？你瞎他龙，你们两个真是绝配！少在这里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就算我瞎了，我老公也会养我一辈子。你到底是不是真龙？你给我说话！抱歉，请你说慢一点，我的唇语不太熟练。疯了！你们两个简直是神经病！我不跟神经病计较。视神经因为长时间受到强光刺激，导致严重的视疲劳和极度畏光，角膜上皮也有轻微损伤。昨晚熬夜看手机了吧？看了多久？怎么当家属的也不管管？也没多久，就1整晚。我这不是为了学习新知识吗？他昨晚关着灯看言情小说，看到天亮，差点把眼珠子看爆。回去需要闭光休养几天，绝对不能再碰手机和任何电子屏幕了。闭光？那我这几天岂不是成了真正的瞎子，什么都干不了？这盒是眼药水，每2小时滴1次。这支是眼膏，睡前涂在眼睑内侧。医生，顺便给他开点洗脑的药，我看他脑子也不太好。温润林，少在这里夹枪带棒的，等我复明了有你好看的。涂眼膏的时候手法要轻，他现在眼睛敏感，家属耐心一点，不要吵架。麻烦了，戴上。走廊灯亮。谁要戴你的帽子？臭死了！头仰起来，别乱动。轻一点，我怕疼。你别把药水戳我眼珠子里。好凉，酸死了。别动，马上就好。我刚才在干什么？我一向有洁癖，居然没有嫌脏，这是怎么回事？老公，我好困，借我靠10分钟。算了，就这一次，就当是看在他昨晚差点俊死的份上。素芝，10分钟到了，起来，该回家了。10分钟到了，起来。云丽意在1楼大厅等你，他说今天是云先生的生日，带你去聚宾楼。别吵，我眼睛疼着呢。你这个没有同情心的木头人！什么聚宾楼？老头子过生日，他们连大门都不让我进，还能让我上主桌吃满汉全席？我才不去自取其辱！他已经把车开到了大门口，不去的话，你自己去跟他说。去就去，谁怕谁？
不过你必须跟我一起去，这可是我被赶出家门后的首次亮相，排场不能输。我去干什么？我们可是合法夫妻，你就算是个跑外卖的，今天也得端个破碗跟在我旁边。万一他们一家人围殴我，谁给我挡拳头？拿了云家一笔巨款，现在装什么弱势躯体？不过是想带个盾牌去砸场子罢了。就去看看他到底想玩什么花样。走。你带这个送外卖的瞎凑什么热闹？嫌我们云家的脸丢的还不够大？还有你捂这么严实干什么？见不得人！他是我老公，我现在的唯一家属。医生说我眼睛不能见光，他得当我的导盲犬。你不让他去，我就在这个车里大喊大叫，把你这真皮座椅全抓烂。等会儿被我爸赶出来，你别在大街上耗丧。我会保护好他的。你一个送外卖的聋子，保护个屁！你管得着吗？开你的车。我倒是想看看今天这顿饭到底是谁吃不下去。云素芝，我警告你，今天是爸的生日，我带你是因为妈想看看你。你进去以后最好给我安顿一点，要是敢作妖，我第一个饶不了你。知道了，知道了，啰嗦，我可是去送大礼的。你就在这里等着，里面的场合你进去了也是自取其辱。好，你凭什么让他站在门外？他又不是你的门童。我眼睛不好，没人领着我摔了算谁的？你以为我爸看到你会是什么脸色？再多一个他，你是想今天把这包厢的屋顶掀了吗？行吧，反正我也没打算久留。老公，你站在这里等我，别乱跑。我记住了。进去了别乱说话，还有，把你的墨镜摘了，像什么样子？医生说不能见强光，你家灯这么亮，闪瞎了你赔。我把包厢主灯关了，只开两侧壁灯总行了吧？你再戴个墨镜帽子杵在我爸面前，他不等你开口就直接把你轰出去，连句生日快乐都甭想说。先说好了，一会儿晃得我眼睛疼，我可当场掉眼泪。丢的是你们云家的人。少来这套，你哭起来还少吗？你带他来做什么？还嫌他把你妹妹害得不够惨？老云，毕竟素芝也是我们养了16年的孩子，来一起过生日有什么关系？爸，今天是您的生日，他也是来贺寿的，好歹让他坐下吃口饭。我没有他这种心肠歹毒的女儿，马上让他出去！爸，云先生，您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我特意去山上给您求的平安符。我不稀罕你的东西。我没有别的意思，这符是我在山上跪了99层桃阶，从天黑一直跪到天亮才求来的。我只想您身体健康。这根本就是刚才书店满赠的礼品，从天黑跪到天亮，这瞎话他怎么张口就来？不去演戏真是屈才了。行了，东西我收下，你走吧。任务完成，溜了溜了。反正这老头子连菜都没点，留下来也是挨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老云，怎么了？扫下方二维码，添加书店公众号抽奖赢好乐。云素芝，你居然拿书店的广告扫码符来糊弄我！你这个满嘴谎言的孽障，出去，马上出去！祝您生日快乐，我走了。爸，他……你也给我闭嘴！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好妹妹。速战速决，那种压抑的场合，我多待1秒钟都会影响我呼吸。比我预计的时间快了3分钟。走吧，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们去吃大餐。刚才我演的怎么样？
那2滴眼泪是不是恰到好处？不去拿奥斯卡可惜了。云素芝，你是不是疯了？拿书店赠品当99层台阶求来的平安符，你存心来气我爸的是不是？我身上就只有那个啊，难道你让我空着手进去说一句生日快乐？那多没礼貌！你还敢狡辩？你就是故意来捣乱的！他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回去了。你给我让开！我今天非得教训他不可！你打不到我，我老公会保护我的。喂，燕燕。季回燕，你跟他打电话干什么？什么？你们已经在包厢了，智秀也在，你们2个人一起过生日啊？好，我马上带我老公过去。玉智修也在，他们2个人单独在包厢里过生日。是啊，人家小2口相处，你激动个什么劲儿？我也去。哎呀，某人刚才不是还说不去打扰别人吗？这打脸的速度真快，我就知道他是个恋爱脑。他的步距比刚才去见你父亲时大了1倍。可不是嘛，人家心急如焚呢。走，看戏去。云离叶，你开慢点儿，你赶着去投胎吗？我怕去晚了，有些人连骨头都被人吞干净了。你超速了30%，按照规定要扣6分。闭嘴！送外卖的还管起交警的事了。你再不减速，我就直接跳车了！我可不想跟你陪葬！给我安静点，我心里有数。有数个屁！这男的吃起醋来简直是个疯子。玉支书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能把云家3少爷逼成这副怨妇的德行？大白天关在包厢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三哥来了，真是稀客，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屑于跟我们一起吃饭呢。我们就是来蹭饭的，你们继续，不用管我们。骗子！素芝，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三哥，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希望你喜欢。我不看这种酸掉牙的东西。这是虐风京城宵爷独霸小辽咪的出版名，第1章写的是男主不让女主走。你连这种东西都看？这叫涉猎广泛，你不懂。叔叔，你不是最喜欢吃虾了吗？我给你剥哟。芝芝，你自己剥啊，我家叔叔醋坛子容易打分，我就不帮你了。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他喜欢吃虾？哎呀，三哥有所不知，其实一开始是我喜欢吃，叔叔为了陪我吃了几次，这才爱上的。骗子，全都是骗子！不吃就放一边，食物不是拿来给你发泄的。你管我？我玩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别说这个破流沙包了，鎏金帮小爷我也买得起。给你1块，给他2块。哦。你快看云离叶，他刚才那副要吃人的样子，1块排骨就给打发了，这变脸速度真绝。你把书往下挪1寸，挡住他的下半张脸。真的哎，他虽然在强忍着不发火，但眼睛里根本没有笑意。你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吗？像恶毒女配和她身边的狗腿子。男主为了气女主，故意和恶毒女配表现的亲密，而狗腿子一边在旁边煽风点火，一边沾沾自喜。你的意思是，季回燕是那个恶毒女配，我就是那个摇旗呐喊的狗腿子？温润林，你居然说我是狗腿子？我这长相这气质，哪家小说敢让我演狗腿子？你们2个躲在书后面嘀嘀咕咕什么？说我什么坏话呢？你有
有病吧？喊那么大声干嘛？我们在探讨国际汇率走势，你听得懂吗？少在这里自作多情。我的意思是，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狗腿子。真的，最漂亮的。真的，没见过比你更漂亮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委屈受的值了。给，多吃点，这可是我特意为你挑的。掉桌子上了。你什么意思？这是我刚从盘子里夹的，新的。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一起吃，你先吃。你这是在试毒吗？我们好歹是结了证的合法夫妻，你对我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人类的劣根性决定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你。看到了吗？没毒，没掉桌子上，我没死。味道确实不错。就我们俩这信任度，晚上睡觉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怕对方半夜爬起来下黑手。你可以选择去睡沙发，那样安全一点。要睡沙发也是你睡，我是不会把大床让给你的。我去一下洗手间。我去抽根烟。怎么样，小爷刚才演的像不像？是不是把云离意那小心眼儿气得快升天了？演技绝佳。不过你这么得罪他，就不怕以后他这个前男友给你穿小鞋？怕什么？能气到他，我这顿饭就没白吃。你刚才那套投喂的动作，是在训狗吗？你看出来了，姬回燕说对付男人不能一味顺从，要像训狗一样一拉一松。所以你刚才把排骨扔进我的盘子里，是在挑衅我。温兄弟，你别介意啊，我只是教他一些御夫之术，谁知道他学艺不精，直接把你当真狗了。你少在那里说风凉话！你不是说这样能让男人欲罢不能吗？他除了想掐死我，哪里有半点欲罢不能的样子？哎呀，我那是比喻，谁让你真的像扔骨头一样给他扔排骨的？哎，你的御夫之术就是让我试毒。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我只是活学学用而已。哼，学得很好，下次别学了。不学就不学，反正你也是一块木头，怎么训都没用，活该你单身。哦，不对，活该你只能娶到我这种老婆。靠，云离叶，你脸怎么这么红？你刚才去干什么了？云离叶，你这个勤劳的小蜜蜂啊！你这出去一趟，又是抽烟，又是上厕所，还能顺便跟人进行一下肢体交流，这时间管理能力，哥哥我太佩服你了！闭嘴！我什么都没做，完全是个误会。叔叔人呢？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人已经走了，至于说了什么，你去问他愿不愿意告诉你啊。我已经买过单了，走，送你们回去。促织，干嘛？等我毕业进了家里的公司，有了说话的分量，再等一会儿，三哥接你回家。真的吗？那你要尽快啊，把这事儿当个正经的 KPI 去办。我在那个破纯中村的硬板床上，每天都在想念云家别墅的大软床。闭嘴，坐好，没出息。你懂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躺着数钱，谁愿意跟你去送外卖啊？你的眼睛还不能见强光，明天记得给你们辅导员打电话请假，别到处乱跑。知道了，知道了。啰嗦。老公，老公，我马上就要带你攀高枝去喽！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去大别墅里当吸血虫了，开不开心？那种情况不叫吸血虫，生物学上叫寄生。
寄生多难听，我这么美，当然是吸血鬼，高贵的吸血鬼，懂不懂？云离，你疯了！你想撞死我们好继承我的蚂蚁花呗吗？素芝，你们两个就一辈子在这个破烂地方待着吧，休想踏进云家大门一步！你这攀高枝的梦想，看来是破灭了。切，老公，你可得给我争点气。走，回家睡觉。这破楼梯真难爬，等以后你发达了，一定要买个带全景电梯的大平层，听到没？你要是敢让我继续爬楼梯，我就天天跟你闹。先把眼前的楼梯爬完再说，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你倒是规划的挺长远。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今天可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好日子，腿都快跑断了。我要是累死了，你去哪儿找这么全心全意爱你的老婆？那我得谢谢你没累死。你当然得谢我。等我们有钱了，每天都要请10个保姆，一个捶腿，一个揉肩，再来8个专门给我剥葡萄皮，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你开心就好，梦里什么都有。终于回到家了，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你干什么去？不休息一下吗？看会儿书。别把自己逼太紧，万一你飞黄腾达了，身体却垮了，我找谁去？你可千万不能死在我前面。放心，就算垮了，我也能先把你送走。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工作狂。那你去看书吧，我去洗点葡萄吃。霍总，您刚才不是发消息说要休息一天吗？怎么现在又进来了？临时改变主意了。莫西家族那边有什么新动静？他们看了企划书，非常满意，愿意尽快推进实质性的合作。这可是我们绝佳的反击机会。霍总，您家里养猫了，这动静也太大了吧？没养，那是进贼了，我出去把贼按住。你别动，那是一个比贼更恐怖的东西，我去看看。请问，你是在跟谁打仗吗？没有啊，就我一个。我只是想找个漂亮点的盘子装葡萄，抽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压到了上面的盘子，他们就排着队往下跳。温润林，说，这为什么会有根魔法棒？哪里的菜系会用到这个工具？女巫熬药吗？它原本应该是根铲子。真的不是我弄坏的，我发誓，我就轻轻碰了它一下，它就自己变成魔法棒了。你的意思是，这根不锈钢焊接的铲子会在没有人用力的情况下，自己想不开断头自杀了，是吗？应该是的，它可能承受了太多的烹饪压力，抑郁了。而且这不锈钢焊接的也不怎么结实，肯定是劣质产品。我们明天就去找超市老板退货，欺骗消费者。你出去。你为什么赶我出去？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真的没有砸他，是他先动的手。满地碎瓷片，你碰到我或者我碰到你，摔了就必不免少要去医院。温润林，你居然在关心我，我还以为你要骂我一顿呢。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出去，我来收拾。那你小心点哦，别把手划破了，不然我会心疼的。你要不要戴个手套？不用，你再不出去，我就把你跟这些碎瓷片一起扫出去。凶什么凶？出去就出去，好心当成驴肝。这房子是不是克我？怎么什么东西都在跟我作对？把手怎么回事？我刚才就只是要开门，然后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它碰死我。开门，把手会自己掉下来。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间房子里有怨灵在陷害我？铲子选择自我断头，碗盆从柜子上往下跳，现在门把手也特地选在你来的时候了断余生。这怨灵执念确实不浅，你要不要考虑去驱个魔？从现在开始不要叫我素芝，叫我素娥，我和窦娥一样冤，我简直是天底下最无辜的老婆了。苏娥，听起来很好吃，你要是变成烧鹅，可能这房子就清静了。你居然还开玩笑，我都快被这些破铜烂铁吓死了！你快点过来修。过来。
修得好吗？要不干脆换个新的门吧，这跑看着也不顺眼，配不上我高贵的气质。换门要钱，你有钱吗？我哪有钱？我就是一个柔弱的残疾人家属。你好修，我相信你的技术。他虽然总是制造麻烦，但这个房子里好像多了一点活气，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厨房里忙碌，偶尔打破一个碗，然后笑着让我别靠近，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你又在发呆，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委屈的样子特别惹人怜爱？我只是在想，下次再坏东西就直接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霍总，这怨灵确实厉害，专门针对夫人。你贴在门上听墙角是很光荣的事情吗？这是你作为特助该有的专业素养。霍总，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每次夫人一回来，您就把我藏在书房里。闭嘴！莫西家族那边的合同样本发过来了吗？发过来了，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附加条款，希望我们在欧洲市场的利润分成让出2个百分点。不亮了，答应他们。什么？霍总，这可是几千万的利润让币，你以前从不做这种亏本买卖的，为什么突然这么急？用2个百分点换他们3天内资金全部落实，立刻启动全面反击计划。可是时间我们完全耗得起啊！耗不起，这破楼的楼梯太难爬，有人天天叫唤唤腿疼，急着要住大平层。怎么，副特助对我的决策有意见？没有，绝对没有。夫人，哦不，霍总英明，我马上去办，保证让你们最快速度住上大平层。温润林，你在里面吗？霍总，夫人来了，我藏哪儿？缩进去，别出声。你干什么？你开门怎么不先说一声？差点把我的高挺鼻梁撞平了，你赔得起吗？这可是原装的。是你敲门太急，有什么事？冰箱坏了，水一直往外淌，厨房地面都快淹了。冰箱坏了，你又对它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想拿一瓶冰可乐，刚拉开门水就流出来了，他又碰死我。我去看看。这真的不能怪我，这房子里的电器肯定是到了报废年限了，全都在针对我。要不我们干脆搬家吧，这里风水肯定不好。怎么样，是不是压缩机爆炸了？我们需要买个新冰箱吗？我觉得双开门那种挺好的，能装很多高级食材。插头松了。就这么简单？那我刚才捣鼓了1个小时，为什么没修好？这就要问你那颗精密的大脑了。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了，但是我的大脑结构比正常人类都复杂。你知道一台高速运转的高精度计算机吧？它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从最复杂的逻辑开始排查。慢慢运转吧，计算机。以后记得先排查电源，记得插插头。我是笔记本，电池续航不用插插头，你才要插插头。你可以去洗葡萄了。我洗好了，分你一半。我不吃，你自己吃。偷吃拉倒，饿死你这个不解风情的木头，好心当成驴肝肺。老公，你懂金融吗？我有点问题想请教你。懂。这没什么技术含量，备注公式就可以。单利公式 CP 等 R 乘 N， 本利和 SP 乘以1加 R 乘 N， 求本金 PS 除以1加 R 乘 N， 复利的公式是 SP 乘以1N 的 N 次方。记住了吗？你在唱 rap 吗？什么 CPR 的，我只知道 PS 和 PR， 这些英文字母分开我都认识，合在一起简直就是催眠曲。这书肯定是外星人编的。是利息 ，R 是利率 ，N 是期限 ，S 是本利和 P 是本金，把数据带进去就可以。讲过是讲过，但我当时眼睛不太好使，离得太远没看清黑板嘛。而且老师讲的那么枯燥，哪有你讲的好听？你再给我讲讲。现值可以直接代入，先求出利率、本利和自然就出来了，懂了吗？哦，我懂了，就是把数字套进字母里，其实也很简单嘛。只要我发挥出我那聪明绝顶的大脑，这点小问题根本不在话下。懂了就自己写一遍这道题，就在这儿写。这题目里连本金都没给我，怎么套公式啊？我还没记住，能拿回去看着写吗？在这里我发挥不出我真正的实力。谁让你死记硬背了？自己写一遍，你还是不会。你骗我！你看什么？靠这么近干嘛？想占我便宜啊？我告诉你，我可是很矜持的。我在看你到底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被我迷住？是不是觉得我连做题苦恼的样子都倾国倾城？长脑子！温润林，你太过分了，你才没脑子！你再仔细看看，你看看我的眼睛，里面有什么？仔细看，有红血丝，
熬夜熬的。你这人真是一点情调都没有，脑子里、眼睛里全都是你。这书房里只有我们2个人，你眼里只有我是很正常的物理现象。如果还有别人，你该害怕了。你简直就是个没有情商的木头，一点都不解风情，气死我了！我腰都扭酸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么个大美女对你放电，你居然给我讲物理现象。如果解风情就是对着你发呆，那我确实不会。你到底还要不要学？不学就出去，别在这儿碍眼。学？怎么不学？我还要学3个小时，我肯定能学会，到时候拿个第1名，闪瞎你的眼。现在是9点，学到12点，估计就能把利率的计算掌握了。那你开始吧。3、什么2、1，今天就学到这儿了，下课。你耍我？说好的3个小时呢？我刚才说的是倒数3个数。我困了，要回去睡美容觉了。女孩子熬夜会变丑的，变丑了你陪我啊。回去。眼膏带了吗？涂了再睡。你快点，我要站着睡着了。好了，闭着眼睛休息5分钟再回去睡。知道了，你动作还挺温柔的嘛，以后失业了可以去当护工，肯定能拿5星好评。闭嘴。他睡着的时候倒是比醒着乖巧很多。以前他总是用那种花痴的眼神看着我，现在虽然满嘴都是爱我，但感觉比以前更灵动。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他？你变态啊！盯着我睡觉干嘛？你是不是想趁我睡着对我图谋不轨？睡觉流口水了，大美女。流口水怎么了？我都结婚了，还顾忌什么形象？难道你要因为我流口水就抛弃我吗？有什么不可以？你敢！你要是因为这个休了我，8辈子祖宗都会觉得你离谱，你就是个无情无义的渣男。素芝，怎么了？突然这么严肃？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养了一只很闹腾的猫，他最近要搬家了，这只猫总是惹麻烦，他本来打算把它送人，但最近他觉得带走好像也不错，你觉得呢？这不就是弃养吗？这也太不道德了！不想养当初就别买啊！你朋友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这种人简直就是社会败类。所以你觉得他应该把猫带走？当然要带走，他家里难道还缺这一口猫粮吗？有困难克服一下不就行了？抛弃小动物算什么男人？既然当初选择把它带回家，给了他一个家的错觉，就不该因为它不可爱了、闹腾了，或者找到更好的猫就把它随便扔掉。小动物是会当真的。弃养确实很不道德，既然他自己都这么说了，那等我回到霍家，就打包把他一起带走。就算他再闹腾，霍家也不缺他这一口饭，留在身边还能挡掉不少麻烦。你说的对，他会把猫带走的。你这朋友真奇怪，既然决定养了，就要负责到底吗？我回去睡觉了，晚安。晚安。等回到霍家，也该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豪门是什么样子了。不知道他到时候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没心没肺。以他的脾气，要是看到霍家那些老古董，估计能把房顶掀了。如果他以后回了云家，或者跟我回了霍家，那种土得掉家的红横幅还是免了。他之前说喜欢什么来着？大喇叭，360度宣传素妃回宫，这种品味真是让人不敢敬畏。不过，要是真按他说的做，霍家那些人的脸色一定会很精彩。哥哥，我找不到衣服穿了，可以穿你的衣服吗？哥哥有看到我的浴巾吗？我找不到了。这什么三流破小说啊！这番外的尺度也太阴湿了吧！而且这语音播报的机械音读这种擦边台词，听着真别扭，简直就像是银行大汤的叫号机在毫无感情的念情书，一点氛围感都没有，白瞎了这痴女小萝莉的极品人设。哥哥的浴巾有点大，我绑不好，
哥哥可以帮我吗？哥哥认真看文件的样子很好看，想让哥哥在办公桌上亲我。办公桌上亲，也不怕得腰椎间盘突出。这些写霸总小说的作者是不是对办公桌有什么执念啊？那硬邦邦的木头子搁在后背上，难道不疼吗？真是离了大谱。不过这番外确实够变态，发给支书那个万年大冰山肯定特别有意思。小欧，小欧，把这张番文的最后几段文字自动分段发给我微信里最近一次聊天的接系人。正在为您执行，已发送。大功告成，就等着支书来骂我了。他平时看着清心寡欲的，收到这种痴女语记，那张冷冰冰的脸上绝对绷不住，想想就觉得好刺激。医生今天才刚交代过，他的眼睛不能见强光。以他那种只要没人盯着就敢把天花板捅个窟窿的性格，现在一个人躲在卧室里，指不定又在黑暗里偷偷看那些没营养的狗血小说。明天要是真瞎了，我还得浪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带他去排队挂号。别玩手机了，早点休息。打字这么快，平时让他背个金融复理公式都哼哼唧唧半天记不住，怎么这个时候回复消息的手速倒是比敲双键的程序员还要快上3分？这女人肯定是一直捧着手机没放下。哥哥，我找不到衣服穿了。这到底是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他的衣服塞满了整个大衣柜，连我的衬衫都被挤到角落里去了，怎么可能找不到衣服穿？可以用哥哥的浴巾吗？哥哥可以帮我吗？浴巾？我下午才在洗手间门口手把手教过他怎么绑浴巾。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绑得去蹦迪都不会掉，现在又说绑不好了。想让哥哥在办公桌上亲我，小毛衣服超级喜欢哥哥。他在试探我，他察觉到我今天对他的态度有所左软，所以故意发送这些文字，试图评估我的容忍底线。如果我回复了，他肯定会顺势提出更多无理取闹的要求。还是说他真的喜欢我？不对，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粗劣，这完全不符合他平时嚣张跋扈的大小姐作风。除非这根本不是发给我的，他在外面管别人叫哥哥，那个被他叫哥哥的人到底是谁？云离仪？不可能，他刚才还在车上跟云离仪吵得不可开交。季回燕？也不对，季回燕身边已经有玉之星了，他每天在外面招摇得势，很容易招惹到别有用心的男人。他居然还打算穿着什么小猫的衣服去见那个野男人，简直是不知羞耻。现在绝对不能回复，如果我回复了，无论我表达愤怒还是质疑，都会暴露我已经看到了这些消息的事实，他就会立刻找到借口掩饰过去，我就当作没有看到，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场。凌晨3点了，竟然为了几条莫名其妙的东西失眠到现在。哥哥，到底在叫谁哥哥？哥哥，你为什么不理我呀，哥哥？滚开！谁是你哥哥？收起你这副恶心的样子！你的羽毛掉在我的床单上了！超级喜欢哥哥，我要亲哥哥的锁骨。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做过荒诞的噩梦。长着素质脸的鸽子，他到底给我下了什么降头？早啊！
天天气真好，我这皮肤状态简直绝了，不需要昂贵护肤品，我也能保持绝美容颜。你精神很好，昨晚睡得很安稳。一觉到天亮，连个翻身的动作都没有。我告诉你，睡眠质量好的人，内心都是坦荡荡的，从来不藏着掖着。没有因为做了亏心事而心虚，没有因为在半夜做了一些严重偏离道德底线、极其不符合常理的事情，而感到一丝一毫的良心不安。我能做什么亏心事？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热爱生活的柔弱瞎子，我连房间里的灯开关在哪都要摸半天，我哪有能力半夜闹出什么大动静？你真不记得了？你那大脑自动清空缓存了？你顶着这么大的黑眼圈做贼去了？大清早坐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眼袋都快垂到下巴上。我没做贼，但有人大半夜发疯。谁发疯找谁去，冲我摆什么脸色？我昨天晚上看完杂志就直接睡了，连手机都没有多碰一下。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就把这盘煎蛋直接扣在你的脸上。看看这屏幕上的字，到底是不是你发出来的？刚才不是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吗？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我操！这怎么发到他手机上了？我昨天明明是让语音助手发给玉之熙的，怎么会变成他？这下全完了，我一世英名全毁了。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这绝对是你手机中了木马病毒自动生成的，我根本没有给你发过这种东西。木马病毒，这种烂借口你也编得出来？现在想起来了，语音助手让你想亲锁骨，想穿猫衣服，承认吧，你就是想通过这种极其低劣的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或者你这根本就是发给其他男人。这是误会，语音助手出错了。我昨天是让他发给最近聊天的联系人，谁知道你大半夜不睡觉，突然给我们发什么破消息，顶掉了支书的位置。我是发给玉之熙的，是闺蜜之间的恶作剧，你懂不懂？玉芷书，你每天在外面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当你输了，还叫人家哥哥，还想穿小猫衣服给一个大叔看，你有没有一点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你们这种爱好真是令人作呕。你才叫她输，你全家都叫她输，人家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郁金荒的郁，知书达理的知，抒发情感的抒。你昨天晚上才跟她吃过饭，你的脑子被僵尸吃了吗？夏雪，你给一个女人发这种想在办公桌上亲吻的文字，你们平时的姐妹情谊已经畸形到这种地步了。你简直无药可救！我喂你喝牛奶啊，好好洗洗你脑子里的黄色废物。张嘴，补补你这木头脑子，连自己老婆的朋友都不记得。你这脑子要是再不补充点优质蛋白，迟早会退化成单细胞生物。赶紧给我喝下去！拿开！你这种毫无分寸感的行为极其危险，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精神状态。喝不喝？你今天顶着这么大2个黑眼圈，严重拉低了我们的家庭平均容值。别乱摸，这不是你该碰的地方。你简直是个不知羞耻的女流氓！立刻把手拿出来。我探探你的底。我是你老婆，老婆查老公的钱包天经地义，这叫家庭财务审计。你这么紧张，是不是里面藏了别的女人的名片？
里面没有毛衣服，也没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野男人联系方式。哟，随身带这么多现金，你一个每天风吹日晒跑外卖的苦力，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这绝对是你背着我偷偷攒下的私房钱。既然被我发现了，那这笔钱就自动归入家庭公共账户了。我拿去做个指甲，不过分吧？再去听个高雅的古典交响音乐会，陶冶一下我这几天被你气得庸俗不堪的情操。剩下的刚好够我去专柜买个新款限定粉笔。随你，只要别发疯叫我哥哥。拿到钱只想着买华而不实的东西，你的消费观念和那些挥霍无俗的暴发户没有任何区别。你错了，这根本不是我会花钱，而是你赚钱的速度太慢了。你要是一个月能赚个10万8万的，我能一下子就给你花完吗？我这是在倒逼你努力上进，你还不赶紧谢谢我？你的强词夺理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心疼了吧？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钱被我掏空，这就是惹老婆生气的下场。以后还敢不敢阴阳怪气？我告诉你，我素芝可不是好惹的。你做够了吗？这就受不了啦！我偏不起来，我就要坐在这里，让你深刻体会一下被我美貌和体重双重压迫的感觉。起来！你不会是被我吸引到了吧？虽然我们是合法夫妻，但现在说正事儿呢，你能不能克制一下？麻了。腿麻了！你居然被我做的腿麻了！你这身体素质也太差了吧！你这样以后怎么当大老板啊？下次别这样了，再有下次，我绝对直接把你从我腿上扔下去，管你是不是瞎子。你今天穿的这么人模狗样的，是要去见哪位大客户？这衣服虽然便宜，但穿在你身上，倒还真有几分精英败类的气质。出去谈点事情，你在家别惹祸，少碰厨房里的东西。我不想回来的时候家被你炸了。你这人真是一点情调都没有，我好心夸你，你居然咒我炸厨房。霍无卷，你知道直男是什么意思吗？直男就是脑子一根筋，情商极低，不会说话，整天只会惹老婆生气的臭男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专门用来形容你这种不解风情的木头。既然有贬义词，那与之相对的好词是什么？弯男。弯男这个词听起来似乎不太对齐。你这就不懂了，有些词只是被污名化了而已。你看娘这个词，以前是骂人的，但现在有人说你娘是在夸你温柔、坚韧、强大，拥有和母亲一样的闪光点。所以弯男也是夸人的词。没错，弯男与直男完全相反，直男是情商低，一根筋转不过弯，那弯男就说明这个男人情商极高，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特别会疼人。以后你要是想夸哪个男人优秀，就夸他是个弯男。我平时从不夸人。你还挺大牌，不过我这个人很大度，我不介意先夸夸你，你真是个弯男。谢谢，你也是，你真是个弯女。
你这学以致用速度未免太快了。既然是好词，温太太自然也当得起。我出门了。霍总，先把这药吃了，这是保护胃黏膜的，那是润嗓子的。今天这场局估计要喝不少，您得提前养护一下身体。准备的挺充分，那是当然。做特助的最重要的就是为主子排忧解难。您的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一点都马虎不得。你做事确实周到，不楚，你真是个弯男。霍总，您刚才叫我什么？我说你是个弯男，情商高，八面玲珑，做事周全。难道这是个不好的词？神他妈弯男，我比钢筋还要直，好不好？老板这是在暗示什么？难道他破产之后受了刺激，性取向发生了转变，还要拉我下水？我连女朋友都还没交过啊！霍总，这是谁给您普及的词汇？素芝，他告诉我，直男是情商低的贬义词，弯男是夸人情商高的赞美。他骗我了。夫人啊，夫人，您平时欺负霍总就算了，怎么连我这个无辜的打工人也一起坑？这要是传出去，我傅楚在圈子里还怎么混？没有骗您，夫人说的对，这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赞美词。既然是夸你，那你为什么看起来不高兴？我没有不高兴，我那是在暗爽。走吧，以后这个词我只用来夸你，别人承受不起。为了老板的家庭和睦，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了。这饭碗拿的真是不容易。林小姐您好，我是温总的助理，我叫傅楚。他有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书房的电脑里了，让我回来取一下。傅楚，新手指导说过，霍无缺身边那个最忠诚的榜右臂就叫傅长，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说明霍无缺的势力已经开始复苏，回霍家当少奶奶的日子指日可待了。快请进，快请进，原来是傅先生，随便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傅先生，你这打扮一看就是干大事的，我听说过你。云小姐说笑了，温总现在才刚起步，我不过是个跑腿的，哪里谈得上出名？您是从哪里听说我的？我知道你，你就是那个著名狗腿子。云小姐，这是谁给您造的谣？这还用造谣吗？你在他身边鞍前马后端茶倒水，不叫狗腿子叫什么？这可是职场里最核心的定位。那叫特助，特别助理。云小姐，您真幽默。都一样啦，我就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其实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只是看你气质不凡，随便猜的。这位夫人的嘴巴简直比霍总还要大，这对夫妻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及一家人。云小姐的直觉确实很准，温总平时在家里，多亏了您的照顾。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这破出租屋肯定马上就要被查封了。我床底下的那个行李箱还能塞多少东西？那几件高定裙子必须带走，还有那几张银行卡，绝对不能被拿去抵债。于小姐，您误会了，温总他是1年前破产的。你说什么？1年以前？是啊，温总是在1年之前破产的。后来的那些资金周转不良的日子，早就全都过去了。现在公司正在稳步上升期。你平时说话都是这么大喘气的吗？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差点让我直接心肌狗死。抱歉，我只是想陈述一下温总曾经的不易。云小姐刚才急着转身，我还以为您要去收拾东西跑路呢。胡说八道！我可是出了名的贤妻。我刚才就是去厨房看看火关没关，
我怎么可能抛弃我老公？傅先生，既然你是润林的特助，那你肯定很了解他的事业。他那个刚起步的小公司，最近业务怎么样？他自从不用再送外卖后，每天早出晚归的，是不是遇到什么大麻烦了？这商场上的事情变幻莫测。温总他最近确实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变故。什么变故？是项目黄了，还是被竞争对手算计了？你实话告诉我，我承受得住。温总他破产了。破产了？他昨天才说要创业不跑外卖了，今天就破产了？他这开的是什么皮包公司？倒闭的比冠丽店的保质期还快。云小姐，您先别激动。是，云小姐对温总的情谊感天动地，温总也一直记挂着您呢。他记挂我什么？记挂我刚才差点被你吓死。温总今晚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商业晚宴，他缺一位女伴，他让我把这张卡交给你，带你去挑一套参加晚宴的礼服。哎呀，去参加晚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我这身居家服怎么能去见那些大老板？温总交代了，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让您今晚艳压全场。那当然，就我这张脸，哪怕披个麻袋也能艳压他们。不过既然有钱，那肯定是越贵越好。你给我5分钟，我马上换套方便试衣服的衣服出门。你赶紧去楼下把车打起火，别浪费时间。云小姐不用急，晚宴还早。你懂什么？挑礼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可是我复出之后的第一站，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那我先去车上等你。霍总还说夫人是个胆小怕事的小白兔，这哪里是小白兔，这分明就是一头闻到金钱味道的饿狼。不过这样也好，今晚的晚宴肯定不会无聊了。傅先生，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咱们丑话说在前面。云小姐请讲。我这个人呢，非常爱慕虚荣，我满脑子装的都是钱、名牌包、高定礼服和有钱的男人。我绝对不是你们认知里的那种会洗手做羹汤的好女人。云小姐对自己的认知还真是清晰。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今天对你和颜悦色，就对我产生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你绝对不该爱上我。啊，云小姐，您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可能爱上您？这可说不准。我长得这么漂亮，每天照镜子都能被自己迷倒。你天天跟着温润林，难免会经常见到我。我怕你定力不够，最后飞蛾扑火。云小姐，我是温总的特助，您是温总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老板娘。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有任何非分之想啊！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难道你讨厌我？我不讨厌你，但我绝对肯定发誓不会爱上你。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喜欢男的。我性取向非常正常，我喜欢女人，但我就是不会喜欢你，求您放过我吧。傅先生，既然你对温润林这么了解，那你觉得他现在对我到底是个什么态度？他有没有可能真的爱上我，和我走到最后？温总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以前出席任何商业活动从来不带你。今天他主动让我接您去挑礼服，这本身就证明您在他心里的位置无可取代。我就说嘛，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怎么可能拿不下一个区区的温润林？傅先生，既然你这么看好我，那你帮我个忙吧。云小姐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绝不推辞。
帮我勾引温润你。疯了！会不会开车？你想谋杀老板娘吗？云小姐，您刚才说什么？我说让你帮我勾引温润林。云小姐，我求求您别开玩笑了，我是个男的，我怎么去勾引温总？您这是要逼死我呀！你的脑回路到底是用什么材料构造的？我是让你去现身吗？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来勾引他，你帮我出谋划策。你作为他最亲近的特助，肯定知道他的喜好和软肋。你在旁边给我当僚机，懂不懂？哦，吓死我了！您这表达方式也太惊悚了，我还以为您要让我走什么禁忌路线呢。就你这副呆头呆脑的样子，温润林瞎了眼才会看上你。怎么样，这个忙你帮不帮？只要我彻底坐稳了温太太的位置，以后有我一口饭吃，就绝对少不了你一口汤喝。云小姐，您这画大饼的本事，简直跟温总如出一辙。这怎么能叫画饼？这是利益同盟。只要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哪怕你明天手滑把脱毛膏倒进他的洗发水里，让他变成秃子，我也能保你在这家公司横着走。荣华富贵什么的其实不重要，我主要就是想为温总的婚姻幸福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合作愉快。温太太、傅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新一季的高定款式，您二位可以慢慢挑选。云小姐，这件白色的鱼尾裙看着挺高贵的，那件红色的露背装也不错，要不您都去试试？这件白色的太素了，穿上去像个奔丧的寡妇。红色的这件剪裁太俗气，露肤度太高，显得一点都不高级。那你想要什么样的？今晚的晚宴可是名流云集，您得挑一件能镇得住场子的。就这件，拿下来给我看看。紫色，这种颜色很难驾驭吧？穿不好会显得很老气。温总可能不喜欢这么跳脱的颜色。傅先生，你搞错了一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我驾驭衣服，而是衣服来配合我的美貌。至于温润林喜不喜欢，那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完美，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今晚您绝对能艳压群芳。艳压群芳，你的格局太小了。我今晚要的是一枝独秀。云小姐，前方高架桥发生连环追尾，首席化妆师的车被死死堵在浪上了。堵就堵了，等道路疏通不就行了？等不了了，导航显示大概还需要3个小时才能疏通，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出发赶过去。晚宴不是才刚开始吗？迟到一会儿天也塌不下来，你慌什么？比天塌下来还严重，你老公快被人生吞活剥了！到底是谁要吃他？他那硬邦邦的肌肉，别人啃得动吗？是莫西家族的小女儿莫曼琪，她对温总可以说是穷追猛打。刚才保镖发来消息，温总为了躲她，平均5分钟就要借口上一次厕所。再这样下去，温总的前列腺和清白都不保了。莫家带了一大堆保镖守在外面，温总现在孤立无援，就像掉进狼窝里的一块肥肉。他不是一向自诩冷血吗？谁还能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您有所不知，莫西家族手里握着我们在欧洲市场的关键合作案。温总不能跟我们直接撕破脸，只能委曲求全的疯狂使用尿套这种烂招。那就让他多跑几次厕所，
当做免费的体能训练好了。您就不怕莫小姐直接闯进男厕所把王爷上歌？那可是莫家的大小姐，从小在国外长大，作风极其奔放。为了见温总一面，她以前甚至能躲在温总家楼下的垃圾桶旁边蹲守一整夜。这股惊人的毅力，不去大街上收破烂真是可惜了。您别开玩笑了，今天这局要是被莫小姐拿下了，温总牺牲人色事小，万一他提出要温总入赘莫家，那您可就彻底人财两空了。他敢，我的东西谁也别想动。所以我们赶紧走吧，去晚宴现场宣誓主权。必须等化妆师过来。这漫长的3个小时，全当是温润玲嫁入豪门前必须经历的9981间了。不化个完美的全妆过去，我拿什么去艳压那个叫莫曼琪的女人？您为了这虚无缥缈的美貌，连自己老公的贞操都打算舍弃。放心吧，霍无救那张冻死人的冰山脸，就算脱光了躺在那里，周围的空气也会瞬间结冰。那位莫小姐绝对下不了嘴的。整整3个小时啊！温总的膀胱肯定已经爆裂成碎片了。催什么催？这不就已经弄好了？您倒是把腿迈开走快点啊！再晚10分钟，我们就可以直接联系殡仪馆去给温总收尸了。穿这么高的高跟鞋能走多快？要是我不小心摔坏了这张倾国倾城的脸，这算不算工伤？温润玲给不给报销全部医药费？算工伤，绝对报销。只要您今晚能保住温总的清白，霍氏集团的股份他都能分您一半。这可是你亲口说的，我已经在脑子里全部录下来了。赶紧上车吧，霍祖宗！云小姐，里面的人非富即贵，今天这场仗绝对不好打。有什么不好打的？不就是走进去当众宣誓个主权而已。莫西先生本人也在场，您等会儿千万控制住脾气，别直接冲上去扇莫小姐巴掌，那会严重影响接下来的合作大局。我看起来像那种没有脑子的暴力狂吗？对付这种不要脸倒贴的女人，我有的是杀人不见血的温和办法。您只需要展现出正宫的宽容与大度，让莫小姐知难而退就行了。宽容大度，我的字典里只知道赶尽杀绝。既然敢觊觎我的长期饭汤，我绝对让他后悔今天穿了礼服出门。您等会儿全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局势不稳，我负责在前面断后，您带着温总赶紧从后面撤退。不需要你断后，我一个人就能把里面这群妖魔鬼怪全部扫平。大家都在往这边看，气场一定要稳住，千万别啰嗦。气场这东西我从娘地带出来，赶紧把门打开，我要去检阅我的战利品。温总在最里面的长桌那边。我看到了，我的亲亲老公正在被人像看盘中餐一样死死盯着呢。那是云家以前那位报错的假千金吧？说的也太招我过世了。早就被云家毫不留情的扫地出门了，他怎么还有脸来参加这种高端的商业局？既然都已经身无分文了，那他身上这套当季最新的高装礼服是哪来的钱买的？长着那么一张勾人的狐媚脸，指不定又看上哪个没长眼的高枝了。这年头，漂亮脸蛋就是最硬的通货。听说他以前在云家就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现在估计是专门跑来这里钓金龟婿的。承你吉言，不过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钓金龟婿的，我是来视察我老公的产业的。你来干什么？老公，我来晚了。老公，霍哥哥，他刚才到底叫你什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妻子素芝。妻子？绝对不可能！你在国外根本没有结过婚。国外确实没有，国内有啊。我们可是市民政局领了证的合法夫妻，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你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卑鄙手段逼他的。我哥哥怎么看上你这种女人？老公，他居然说我用卑鄙手段逼你，你赶紧跟人家解释一下嘛。没有逼，自愿的。我们刚才还在聊接下来的商业计划，你这个女人不要跑来这里捣乱。商业计划？需要你恨不得贴在他身上的商业计划吗？好了，
别闹。我哪有在闹？我这是在帮你驱赶这些不知好歹的苍蝇。你们欺负人！这就是你所谓的迟到3个小时画出来的全妆。怎么，温总对我今晚艳压全场、拯救你于水火的表现还不满意吗？